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走心的爱情故事，说的是一位北京的空姐妹子婉玲，她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毅然决然地远嫁台湾，在宝岛找到了自己的真爱。我跟婉玲认识也是缘分。那天她来我们机构做咨询，一进门我就被她的气质惊艳到了。修长的身材，标准的空姐颜值，皮肤白皙，举手投足都透着知性美。闲聊中得知她在国内某大型航空公司当空姐，收入不错，但是工作压力非常大。丽姐，我真的快受不了这种内卷的生活了。婉玲跟我倾诉道，现在航空公司竞争太激烈了，我们不仅要保持完美的仪容仪表，还要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。公司的考核标准一年比一年严格，动不动就扣分。我看到好多同事到了35岁就被优化掉了，我真的很担心自己的未来。听着婉玲的烦恼，我深有感触。确实，现在内地的职场竞争太激烈了，尤其是空姐这个行业，年龄就是最大的门槛。婉玲告诉我，她虽然现在才28岁，但已经开始为将来焦虑了。其实我家里条件还不错，爸妈都是普通工薪阶层，现在退休了。我还有一个大我2岁的哥哥和小我3岁的弟弟，都在航空公司工作。我从小在充满关爱的家庭长大，爸妈对我们仨都特别好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呢？我问他。丽姐，说实话，我现在特别想找一个台湾的对象。婉玲说这话时眼睛都亮了。咦，为啥突然想找台湾对象啊？我很好奇。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闺蜜嫁去了台湾，她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生活让我震惊。台湾的生活节奏、人文环境跟大陆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在机场，台湾的服务人员都特别有礼貌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对旅客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。婉玲越说越起劲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台湾的空姐虽然工资可能比不上我们，但是他们的工作环境特别人性化。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，也不会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被投诉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不用担心年龄问题，只要服务好就行。听着婉玲的诉说，我能感受到她对台湾生活的向往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也知道，在感情这件事上，地域的差异确实会带来不少问题。但是如果双方真心相爱，愿意互相理解包容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婉玲啊，阿姐跟你说，找对象最重要的是2个人三观相合，至于在哪里生活，只要2个人商量着来就行。不过你爸妈那边怎么想？哎呀，别提了。婉玲叹了口气，我爸妈现在就希望我找个北京本地的，最好是有编制的。他们觉得远嫁台湾太不靠谱了，担心我被骗。但是我觉得人生这么长，总要为自己活一次吧。看着婉玲坚定的眼神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不错的台湾男生哲宇。说起婉玲和哲宇的相遇，真是太有缘分了。那天我刚跟婉玲聊完，正好我们机构的台湾区负责人打来电话，说有个台北的优质男士想找对象。这不就来得太巧了吗？那个男生叫哲宇，今年36岁，台北人，在台北开了一家精密机械厂。第一次视频看到哲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男生特别靠谱，穿着得体但不张扬，说话温和有礼，一看就是个事业有成的实干家。丽姐，我现在真的很想找个懂生活、有见识的另一半。哲宇说，我之前谈过几次恋爱，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没走到最后。现在家里人也着急，一直催我结婚。听他这么说，我马上想到了婉玲。这不是天生一对吗？但我也知道，两岸的婚恋需要特别谨慎。我先把婉玲的情况跟哲宇说了说。哇，她是空姐啊！哲宇眼睛一亮，我觉得空姐都特别不错，既有气质又见多识广。不过，她愿意来台湾吗？我把婉玲对台湾的向往告诉了哲宇。他听完显得很开心。其实台湾确实跟大陆有些不一样，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科技产业发展的挺不错的，像台积电、联发科这些都是世界级的企业。生活节奏也没那么快，更注重生活品质。就这样，我安排他们视频见面了。第一次视频的时候，婉玲穿着淡粉色的衬衫，化了淡妆，特别温柔。哲宇也是一身休闲西装，看起来很精神。2个人聊得特别投机，从工作聊到生活，从兴趣爱好聊到人生规划。婉玲小姐，我觉得你很特别，哲宇用台湾腔说道。
虽然你在大陆过得很好，但是还愿意尝试不一样的生活，这种勇气真的很令人佩服。婉玲被他的真诚打动了。其实我也担心两岸的文化差异会不会很大，但是跟你聊天感觉特别舒服，完全没有隔阂。可是好事多磨啊。当两个人各自跟家里人说想处对象的时候，两边父母都炸锅了。婉玲的父母坚决反对，台湾那么远，万一受欺负了怎么办？再说现在两岸关系这么复杂，你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哲宇那边的情况也不乐观，他妈妈担心大陆女生是冲着钱来的，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，万一人家只是想来台湾玩玩呢？但是婉玲和哲宇并没有因为家人的反对而放弃。哲宇特意飞到北京，亲自登门拜访婉玲的父母。他的诚恳打动了婉玲的父母，特别是当他说：“叔叔阿姨，我知道你们担心婉玲，我向你们保证，一定会好好照顾她，给她一个温暖的家。”婉玲也飞去台北见了哲宇的父母。她的大方得体、知书达理让哲宇的父母对她刮目相看。尤其是当她用不太标准的台湾腔说：“阿姨，我真的很喜欢台湾，也很喜欢哲宇。我会努力适应这边的生活，做个好媳妇。”慢慢的，两边的父母都被年轻人的真诚打动了。特别是在婉玲第一次去台湾玩的时候，她被那里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。说到婉玲第一次去台湾，那真是让她大开眼界啊。作为一名空姐，她第一个被震撼到的就是桃园机场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我有多震惊。婉玲跟我激动地说，我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了不一样。哎，我给你讲个细节，我托运的行李箱有点问题，找工作人员帮忙。那个台湾的地勤小哥不但没有不耐烦，反而特别热心，还叫来维修师傅帮我修好了箱子。最后还一直说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，把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婉玲说着说着眼眶都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当了这么多年空姐，接触过那么多机场的服务，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么贴心的服务。在我们这边遇到这种情况，地勤人员一般都是爱理不理的，能推就推。不仅是地勤服务，整个机场的氛围都让婉玲惊讶。机场的广播声音特别轻柔，不会像我们这边咣咣咣的那么大声。候机区的座椅都很新，地板擦得锃亮，连洗手间都香喷喷的，还有专人定时打扫。最让婉玲感慨的是台湾空乘的服务态度。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台湾的空姐，他们完全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服务的时候特别亲切，像是在招待自己的客人一样。而且他们不用像我们这样死扣规章制度，比如饮料洒了一点都要写检讨。婉玲叹了口气，在台湾，空姐这个职业真的很受尊重。我看到好多40多岁的空姐，气质优雅，工作认真，一点都看不出年龄。不像我们这边35岁以后就开始担心会不会被辞退，整天提心吊胆的。而且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婉玲兴奋地说，台湾的航空公司特别重视空勤人员的身心健康，他们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，定期跟空乘人员谈心。遇到航班延误，公司也会给机组人员加餐，不会像我们这样饿着肚子继续干。这不仅仅是服务态度的差异，更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反应。在台湾更注重人文关怀，讲究互相尊重，这种氛围让婉玲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生活态度。你说我傻不傻？婉玲若有所思地说，以前总觉得台湾比较落后，觉得我们这边什么都好。现在才发现，原来自己一直活在信息茧房里，是个井底之蛙。听着婉玲的感悟，我深有感触。确实，有时候换个环境生活，真的会让人改变许多固有的观念。而婉玲在台湾的发现还远不止这些，婉玲在台湾的见闻真是让她大开眼界。那天她跟哲宇去了台北市区逛街，突然肚子不舒服，哲宇二话不说就带她去了附近的诊所。丽姐，我当时特别担心，想着人生地不熟的，看病肯定特别麻烦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婉玲说到这里眼睛一亮，进诊所后，医生护士都特别亲切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挂号、看医生、拿药，前后加起来才花了半个小时。而且因为有全民健保，花费特别少。这还不算完，婉玲发现台湾的医疗体系特别人性化。大医院和小诊所之间有分级诊疗制度，不会像我们这边动不动就往大医院挤。而且台湾的医生态度都特别好，会很耐心地跟病人解释病情，不会看都不看就开药。
说到这里，婉玲笑着补充：“你知道吗？台湾的医院连取药都很贴心，药袋上会详细写明用药时间、剂量，甚至连可能的副作用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护士还会特意叮嘱要注意什么。不仅是医疗，台湾的教育制度也让婉玲很是感慨。有一天，她陪哲宇的侄女去上小学，看到学校里的情况，直接惊呆了。台湾的教育真的太有意思了。”婉玲眉飞色舞地说：“小朋友们不用背那么多课文，老师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。课堂上有专门的时间让孩子发表意见、讨论问题。这种教育方式多好啊，完全不用担心孩子的创造力被扼杀。”让婉玲印象最深的是台湾的科技发展。以前总觉得台湾比较落后，现在才知道人家多厉害。像台积电、联发科这些企业都是全球顶尖的科技公司。哲宇带我参观过他的工厂，那些精密仪器很多都是台湾自己研发的。不过最让婉玲感动的还是台湾社会的人文关怀。这边特别注重环保，垃圾分类做得特别好。公共场所都会设置无障碍设施，照顾行动不便的人。就连公交车都会特意等老年人坐稳了才开车，司机还会主动帮忙放下踏板。慢慢的，婉玲发现自己爱上了这座城市，爱上了这里的生活方式。在这里，我感受不到那种压迫感，大家都很友善，生活节奏也不会太快。虽然工资可能没有北京高，但是生活质量真的很好。有一天晚上，哲宇带婉玲去淡水老街散步，看着夕阳下的渔人码头。婉玲突然说：“哲宇，我想在这里安家。”哲宇有点惊讶：“你不会觉得这里太安静了吗？”“不会啊。”婉玲笑着说：“这里的安静正是我想要的。在北京工作这些年，我总觉得自己像是在参加一场永远看不到终点的竞赛。但是在这里，我感觉自己终于可以慢下来，好好享受生活了。”就这样，婉玲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婉玲做出决定后，两个人的感情发展得特别快。哲宇显得比之前更体贴了，经常开车带婉玲到处逛逛，让她更了解台湾的生活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哲宇有多好。婉玲跟我视频的时候满脸幸福。她知道我担心找工作的问题，就帮我联系了好几家航空公司。她说，虽然台湾的工资可能没有大陆高，但是工作环境会更轻松一些。哲宇也特别重视两个人的未来。他带婉玲去看了好几套房子，最后选了一套离淡水老街不远的公寓。这里离我工厂也近，以后上班方便。周末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老街散步，那里的小吃可好吃了。让婉玲感动的是，哲宇把房子装修得特别温馨。他居然记得我说过喜欢暖色调。客厅和卧室都用了浅米色的墙纸，还特意做了一个大大的书房，说要给我一个安静的空间。两个人的婚礼在台北举行，特别温馨。我们没有大操大办，就是一个简单的西式婚礼。婉玲笑着说，不过哲宇特意安排了传统的闽南礼俗，让我感受台湾的婚俗文化。你知道吗？那天我穿着龙凤褂给长辈敬茶，婆婆还给我戴上传统的金饰，说这是传家宝。婚后的生活也是甜甜的。婉玲现在在台湾一家航空公司工作，虽然工资没有以前高，但是生活质量反而更好了。现在不用担心年龄问题了，公司更注重空勤人员的服务质量和经验。而且这边的航班时间安排特别人性化，基本上不会出现连轴转的情况。最让婉玲开心的是，现在的工作让她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，你知道吗？哲宇每天下班都会来接我，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在家做做菜，看看电影。虽然是平淡的生活，但是特别踏实。婉玲的父母来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后，对女儿的选择也更支持了。我妈说台湾的生活环境确实不错，街道干净，人也热情。最重要的是看到我过得开心，他们也就放心了。现在的婉玲完全是另一个状态了。以前在北京的时候，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迷茫。虽然工资高，但是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才能不被淘汰。现在在台湾，虽然生活简单了一些，但是特别有安全感。你看我现在胖了好多。婉玲打趣道，以前当空姐要严格控制体重，现在可以放开吃了。哲宇说我现在的样子比以前更有福相，哈哈。最近婉玲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她在台湾的生活，吸引了很多关注。很多姐妹私信我，问我来台湾的感受。
我就跟他们说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，完全要看自己的心。只要是发自内心的选择，在哪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听着婉玲的故事，我这个当红娘的也特别有成就感。这不就是我们最想看到的吗？两个有缘人相遇相知，携手走向幸福的未来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下期我还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期见。